Hello，大家，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讲 iOS 26的正式版更新。那这次呢，有不少的新功能。那其实主要就是要看我们超好看的全新主题 Liquid Glass 液态玻璃哦。那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这一次的系统更新是 iOS 26而不是 iOS 19呢？其实是为了要整合苹果生态系所有的系统名称啦，就是原本的 iOS 啊、iPadOS 或是 macOS， 它们的版本号都不一样。所以从现在开始呢，都会统一用26哦，例如说 iPadOS 26啊、macOS 26之类的。那这个26呢，其实就是明年2026啦。因为这个系统更新之后，其实它大部分的功能都会在明年完成，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 iOS 26的由来。那这一次支援的机型包含有 iPhone 11跟之后的所有新机型，还有 iPhone SE 的第2代或者更新的机型。那被排除在更新名单之外的，包含有 iPhone XS 系列，还有 iPhone XR， 就是从现在开始就不能更新了。好，那我们现在呢，话不多说，一起来看看 iOS 26的所有新功能吧。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全新的主题 Liquid Glass 全新界面，也就是液态玻璃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一次的主题桌布，它这个桌布是有4个颜色，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看。它这次呢就是主打一个通透感跟透明感，还有光照的这种感觉哦。主要是受到 Vision Pro 的界面启发，其实就是非常的仙气啦，然后用起来其实心情会还蛮好的，因为就是感觉很明亮。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桌面哦。看到桌面的部分呢，其实所有的 App 都会变得不一样，它们变得比较像是软糖玻璃，然后色调也是变得比较柔和，然后可爱的感觉。包含现在其实很多第三方 App 都已经有改版了，像是 YouTube 有改版，然后 Facebook 也有改版。然后看到小工具的部分，小工具也会变成这样子，就是一块玻璃，然后可以透过去看到背景的这种感觉。有些小工具就没有这种特效，可能就是一部分有，一部分没有这样。那其实除了桌面之外呢，所有的内建 App 都有改版。例如说备忘录里面，你会看到它就是变得很多圆角，或者是它的这种选单都会变成一个圆形的长柱，就是变得比较圆。对，然后像是一些按钮的部分呢，也会带有这种玻璃感的特效。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次一个蛮奇花的地方，就是它很多小地方都会设计的很花俏，就是例如说这个调整的横轴啊，你会看到那个玻璃的特效，还有那个动画真的设计的非常的精致。所以有些人呢，其实也很担心说它的耗电量会不会很严重。这个超好看那种感觉。然后大家看一下 Safari 里面，它现在就是变得全部都是圆的，很圆的这种感觉，全部都是以圆角的设计语言下去设计。再下一个要来跟大家讲的是锁定画面，现在又更精致了，就是包含上面这个时间啊，或者是它其实是有一个动态的效果，3D 动态的效果，然后还有下面的什么小工具什么的也有一些更新。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锁定画面设定的这个界面哦，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一次新的 iOS 26它的一个新的桌布，就是它总共有4个颜色，然后第一个是动态的，就是它一段时间就会自己换，然后这个是深蓝色的主题，然后这是亮蓝色叫 Sky， 接下来这个应该是比较又更亮的一个颜色，更浅，然后最后是一个紫色。那这次呢，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时间啊，它可以拉得超长。而且有没有发现它那个背景会跟着它这个时间去做移动，就它自己会调整到最适合的地方。然后它这个时间呢，也是设计的非常的漂亮，就是有这种玻璃然后通透感的感觉。再来呢，一个蛮特别就是下面这个小工具的地方哦，它的这个位置变得不一样了，就是原本它是在时间这边嘛，然后因为时间变得很长的关系，所以它小工具现在摆在这边，就是你通知跑出来的时候，它就是固定都在下方，然后通知都是在上面这边群聚。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设定成3D 人物的话，对，就是它会跟着变。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3D 的效果要怎么制作。首先呢，在相簿找到你想要设定成3D 桌布的这种图片，然后呢，你去按分享，然后去把它设定成桌布。接着你在右下角会看到有一个这个6角形的符号哦，点下去之后呢，它就会把它转成一个带有3D 感的这种空间的照片。左右动的时候呢，它就会跟着动。那这边呢，你就可以去把它缩放。那它这个时间其实会跟着动，然后你的人物就会在前面稍微有一点挡到它，就还蛮精致的感觉。然后在锁定画面有一个还蛮好玩的地方，就是现在通知出现啊，它会有一个聚焦的特效。你会发现桌布变暗，然后通知变亮，然后你通知移除之后又变亮，就是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特效。然后在锁定画面还有一个新的好玩的东西，就是现在有音乐动态封面，就是你现在在听什么音乐，它就会变成你现在锁定画面的桌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功能没办法试出来，如果你可以用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升级到 iOS 26正式版，手机壳的防护力也要升级。尤其这次 iPhone 17 Pro 镜头框加长，手机壳一定要先订好。手机壳呢，我最喜欢用的就是 Casetify， 尤其是最新推出的 iPhone 17手机壳系列，防护力跟颜值都超高。首先是我最推荐的强悍防摔手机壳，这一次全面升级，采用了 Casetify 最新的 Dual Lock by Casetify 防护科技，用化学还有机械物理的方式，将软质的边框还有硬质的背板牢固融合，能大幅降低边框脱落的可能性，不会用就松松的。另外还有独家的 EcoShock 防护技术，能有效吸收冲击波，减少手机掉到地上弹跳的冲击波，真的超级安心。通过了4倍军规级防摔标准，最高可以防2.5公尺高的摔落冲击。而且这款呢，它的握感也很棒，轻薄的设计不会让手机变得厚重，日常使用完全没负担，口袋或是小背包都没有问题的啦。而且它还有内建相机控制键，拍照超方便，不用再找按键在哪里了。防摔防边框脱落，跟我一样常常手滑的人选这一款就对了。再来呢，如果你喜欢展现手机壳美美的花色的话，这一款亮面手机壳绝对让你成为全场焦点。除了配色选择超级多，从经典透明到缤纷图案都有。这一款壳最特别的就是内层印刷技术，把印刷的图案保护在亮面下面，不怕刮，不怕脱落，也不用担心印花褪色，可以用很久都像新的。在防护力的部分，一样有采用 Dual Lock by Casetify 防护科技加持，边框耐用度超高，还有同样也内建相机控制键，实用性满分。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 Casetify 他们家的壳，因为他们的印花或是联名款都超好看，真的审美在线，而且超多风格任你选。尤其 Casetify 这是针对边框设计做了很多优化，加强物理性结构设计，避免松脱或分离，真的可以感受到他们在细节上的用心还有进步。好消息，在 iPhone 17新机期间，使用苹果妹频道专属折扣码 Casetify 新品就有85折优惠，就算没有换手机，也可以手机壳换起来。现在就赶快点击下方的购买链接，让你的 iPhone 17得到最棒的保护吧。好，再来下一个呢，我们要讲的功能是通话即时翻译。这个功能呢，也是要有 AI 功能打开才会有，就是我们的 Apple Intelligence 现在繁中还没有开放哦。但是其实这个功能是有一点好玩啦。我们请出另外一只手机，要翻译呢，你就按一下左下角的更多，里面就有一个 Live Translation，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语言。里面现在支援的语言非常的少。对，然后就可以开始翻译。Excusez-moi, y a-t-il des places disponibles pour vous demain midi? Merci. Excuse me, are there some available for you? Yes, there are still seats available. Do you want a window seat? Oui, il y a encore des places disponibles. Voulez-vous un siège côté fenêtre? 所以呢，它其实就是你讲一句之后，它会跟着翻一句，然后对方是2个都可以听得到的。对方讲回来也一样，就是它的原文也会先讲出来，然后再来才是翻译。那在荧幕上面呢，其实你也可以去选择说要不要去显示原文跟翻译文，在这边哦，就是中间这个选项。这边呢，你看它就是有写说，你是只想看到译文呢，还是你要原文也看到，你就可以去选择。那这个翻译功能呢，其实不只是通话，然后在视讯啊或者是讯息里面都可以使用这样子的功能，所以就还蛮方便的。只是就是说必须要用到那个 Apple Intelligence， 所以现在繁中还无法使用，而且它支援的语言偏少，真的是偏少，所以就给大家参考咯。那说到讲电话呢，其实大家可能都会有一点害怕，说你的功能会不会被上传到云端，被拿去训练 AI 啊之类的。但是苹果呢，他们自己是说，他们完全是在本地端运行，所以大家看到刚才翻译其实是还蛮快的，所以就不用担心说你的通话内容被传到云端啊之类的。好，再来下一个我们要来讲的功能是截图视觉辨识，就是现在呢不只是侧边按钮，你今天截图也可以直接让它拿去 Google 搜寻，或者是你要在 ChatGPT 问答也是可以的。好，假设我今天想要搜寻这只螃蟹好了，我就是可以直接截图，然后发现下面有没有多了2个按钮。第一个是 Ask， 就是问，然后第2个就是搜寻，就是看你是今天是想要跟 ChatGPT 问答的话，就是按这个 Ask， 然后你想要上网搜寻，例如说用 Google 的话，就是可以按这个，它就会去找类似的东西出来，或者是你今天要搜寻包包啊，或者是别人的穿搭，你也可以如此使用。然后它现在也就是可以用全选的方式来搜寻，就是你可以把你要搜寻的地方圈起来，然后它一样可以去用 Google 搜寻。就是其实就是跟搜寻全是一模一样的功能。然后如果我们要问 ChatGPT 的话，就是可以在这边，它就是直接会把答案告诉你说，哦，它是一个什么品种 Wrecking Crab， 马上就查出来了。那一样，这个功能其实是需要 Apple Intelligence
所以现在繁中还无法使用。然后呢，它还有另外一个蛮好用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自己辨识行程，就是你今天的截图里面如果有一些日期啊，或者是什么 event、一些活动什么之类的，它都会自己辨识，然后可以自己帮你加入行事历。就是例如说，我们来试看看这个 Blackpink 的高雄场，有没有？下面立刻就出现了这个 Add to Calendar， 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击，它就会自己去辨识里面的时间啊，或者是一些场地什么之类的。我们来看看它有没有写对哦，不错哎。然后就可以把它加进去，就也算是一个小小蛮方便的功能。好，再来下一个新功能呢，也是跟 AI 有关系，就是 Image Playground， 就是苹果自己生图的 App。现在Gemoji 跟 ChatGPT 的生图都被整合进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变成这样子，就是 Playground 这个 App。我们点这个风格的部分，你会看到现在多了这个 Gemoji 还有 ChatGPT。ChatGPT 其实这样算起来还蛮划算的，就是因为它是免费的嘛。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用英文版，或者你在国外什么的，你就是把 AI 打开，你就可以直接用 ChatGPT 生图。然后这边是 Gemoji， 我觉得 Gemoji 用的人好像很少Gemoji 就是你可以自己用 AI 去生成自己的 emoji， 然后任何的元素，或者是你要用你自己的照片也可以。我们来试看看，它这边会有一些素材，你就可以去挑选一些素材，就像这样子。就是它可以用你的照片去生成 emoji，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加到你的键盘里面，像这样子。那就出现在这边，或者是你想要自己去形容你想要怎样的 emoji， 也可以在下面这边直接输入。然后我们来试看看 ChatGPT 的部分，好，加几个元素进去，或者你要输入也可以。在这边它现在是在调用 ChatGPT 去生成。ChatGPT 会花比较多时间，因为毕竟它是要上传到云端，然后再回来。有像我吗？其实它效果非常的不错。对 ，ChatGPT 的生图效果真的很不错，就是我的元素有思考中，就是一个正在思考的感觉。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前面，这张也是用 ChatGPT 生成的，效果不错吧？所以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切到英文，然后打开 AI 就可以进来玩这个好玩的生图。好，再来下一个，我们要来讲一个全新的 App， 就是苹果自己的游戏的 App， 就是这个 Games。点进来呢，它里面就是把原本所有 App Store 关于游戏的部分把它搬过来。不过现在蛮详细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你以前玩过哪些游戏，然后或者是你哪一个游戏玩到哪边啊，或者是你的朋友在玩什么游戏，你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或者是现在正在流行什么游戏呢，在这里面也可以看得到。然后我自己最近是在迷速读啦，速读真的好好玩哦。总之呢，如果你有在玩游戏的话，就是定期有在玩游戏，就可以进来看看咯。然后还有，他也把那个苹果的 Apple Arcade 自己的游戏付费订阅放进来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相机 App 的部分哦。就是现在相机呢，其实也算是一个大改版。你点进来之后，就会发现它的界面变得超级极简的，就是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没有。那它那个选单是跑去哪里了呢？就是要在这边这个区域往上滑。它就会跑出来，就是一些曝光啊，然后一些原矿照片啊什么的都在这边，就是只要往上滑也还 OK 啦。然后上面这边也有一些选项，就是例如说要不要开闪光灯啊，或者它这边可以选那个格式，就是你要 RAW 档，或者是你想要4800万画素什么的，可以在这边选择。那如果是影片的话呢，上面就有 frame rate 可以选，然后一样就是往上滑会有更多的选项。它这个按钮好大哦，是突然觉得好大，然后让我想起来之前在那个辅助模式里面有一个就是专门给年长者使用的一个模式，然后它里面所有的按钮都很大，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参考那个设计，其实也不错啦。就是因为其实也蛮多年长者使用 iPhone 的。看完相机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相簿的部分哦。这次相簿也有改版哦，就是之前照片这边往下滑，不是就会是分类吗？那现在它多了一个按钮叫做选集。那你选集按下去之后，你所有的分类都会在这边。然后这个分类它是不能去删除的，就是例如说你的回忆啊、你的相簿啊什么的，它只能重新排列。就是你滑到最下面之后，这边有一个重新排列，然后你可以去选择说哪一个要在上面。例如说很常用到的应该是媒体类型，我自己会把它滑到最上面，或者是很常用到的更多项目很常用到，对，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排列哪一个比较常用到，就可以把它往上。它就是不能做一个删除的动作，因为之前的相簿其实是可以把你没有用到的分类把它隐藏起来，但是现在就是全部都要摆出来，然后你可以去选择不同的排列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小困扰，就是因为之前其实已经习惯了那个相簿，你就是往下滑一定是分类嘛，那现在你就是要多按一个按钮，对我来说有点小小的不方便。好，再来下一个要来看到的是电话 App。
就是电话 App 点进来，你会发现它的排版变得不一样了。它现在有一个新的方式，是它把联络人、然后通话记录还有语音信箱全部整合在同一个地方。那你可以自己去选择要不要开启，就是按右上角这个按钮。如果你要原本的界面，你就是可以选择原本的经典。那如果你想要这种比较混合式的显示方法的话，就可以这样子。然后它这边也可以去过滤，说你想要看到的是未接来电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现在 iOS 26呢，它其实有一个来电过滤的功能，它可以及时去判别说这个来电者是不是来骚扰或者是垃圾讯息之类的。不过这个功能应该是只有美国有，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超赞的功能，就是通话保留。就例如说你今天要打去客服啊什么的，不是他都会叫你要等很久吗？那这个时候呢，当他自己辨识出来你是在等候的时候，他就问你说要不要帮你保留这个通话。好，当对方接起来，就是那个客服接起来的时候，这个手机就会通知你，感觉是一个还蛮好用的功能。只是我不知道这个功能对于中文或是台湾的支援程度如何。再来下一个我们要来看的是 Apple Music 的一个新功能，就是歌词翻译还有发音。就是现在呢，进到歌词的界面呢，按这个翻译的按钮，它就会出现要不要显示发音还有翻译的部分。那例如说我们进到韩文这边，然后呢，它这边就会有英文发音在下面。那通常它应该也是会有翻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按的是没有效果。总之呢，现在唱歌又更方便了，里面就是自带发音，你就可以唱韩文歌啊，唱日文歌什么都没有问题。而且现在那个音乐里面它还有一个还蛮好玩的功能，就是混音功能。不过它混音是只有在曲目要交错的时候才会混音哦。它有一个按钮，就是在切换音乐循环的这个界面呢，它这边有一个混音的按钮。按下去之后呢，当你要切换到下一首歌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混音的特效。不过我现在把它打开，我自己是没有听到任何混音的效果，我不知道是支援程度还没有全面的支援还是怎样。那据说呢，它混音的方式是它可能节拍会变快或变慢，然后去配合下一首歌的这个节拍。再来下一个我们要来讲讯息 App， 你会发现很好玩。现在讯息就是 iMessage 这边呢，它可以设定背景，而且是动态的背景哦。那要怎么设定？就是你可以点到对方的资讯里面，然后这边有一个 background， 然后这边你可以去选择它里面预设的，它预设的就会有动态效果。但是如果你今天去选择你自己的照片的话，就会是静态的，或者是你也可以用生成，这个是极光特效。就是比较偏老人的感觉，因为这些背景都还蛮老人的嘛。然后现在呢，在这个讯息里面，你还可以去做投票，就是在选单这边有一个投票功能，然后你就可以去新增选项。然后像这边我是新增了一个超商投票，你就可以去投票。而且它现在还会用那个 Apple Intelligence 去辨识说你现在的对话是不是需要投票，就还蛮好玩的。就是例如说今天你在iMessage 的群组里面每个人意见不一样的话，它就会自动显示说你现在要不要来举办一个投票这样。那在讯息里面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它现在可以去过滤陌生讯息，就是在右上角这边有几个选项，例如说垃圾讯息啊，然后未知的传送者。你可以去自己选择说你要看到哪些东西，就是不会被垃圾讯息骚扰。再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地图 App， 就是在地图 App 现在呢，它变得更聪明，它会自己去学习说我们平常通勤路线或者常用的地点。例如说，它可能会去记录我最近搜寻过哪边啊，那我就可以直接取用。不过它那个通勤时间其实是要你原本就已经有在使用这个地图，然后例如说你早上可能还没打开它，可能就通知你说你的通勤时间现在要多久。例如说可能要塞车什么的，它就会提前让你知道，所以就还蛮聪明的。好，再来下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钱包 App。那钱包 App 现在是美国有很多新功能啊，但是美国以外的国家可能就用不太到这些功能，不过也是可以看看，因为还蛮酷的。首先第一个是它可以支援储存护照。很酷吧？就是你的护照直接存在你的手机里面，就可以当成例如说美国境内旅游的时候查验 ID 的时候可以给他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钱包里面的登机证啊，我们这个是旧版本的登机证，它新版本的登机证是会结合一些像是航班状态或是登机口最新登机口的一些资讯，因为我们这个登机口它好像不会自己去变说。例如说有变动的话，它上面好像不会自己去变。那现在新版在美国的登机证，它就是可以随时有最新的消息可以看，而且它还可以分享给亲友，就是你的亲朋好友都可以知道最新的资讯。还有呢，它的这个登机证甚至还整合了其他的内建 App， 像是地图或是寻找。那地图的部分，它是可以直接看到你的登机口在地图上面哪边，或者是也可以看到哪边有厕所啊，或者是哪边有超商之类的。那寻找的话，就是可以看到你行李现在在哪里，就是如果你有使用 AirTag 的话。
就可以立刻看到哦。那钱包 App 还不止如此，就是现在有一个新功能，就是你可以用 Apple Pay 查询订单或是追踪你的订单。就是你今天网购，例如说你用 Apple Pay 付钱的话，它就会自动把这个订单还有追踪物流功能加到你的钱包里面，你就可以直接在一个 App 里面直接看到所有的资讯。那就算你今天不是用 Apple Pay 购物的话呢，其实现在 Apple Intelligence 也会自动去辨识你 email 里面的订单资讯，然后自动把它加到你的钱包里面。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一站式的在你的钱包里面去追踪所有的购物资讯，感觉会是还蛮方便的体验啦。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 iOS 26大部分的功能。那如果有什么还没讲到，你们也可以在下方补充。我觉得这一次呢，主要是因为Apple Intelligence 还没有支援繁中哦，所以可能大家听完之后会觉得非常的空虚。你没有错，因为我也觉得很空虚，因为大部分其实都必须要用 AI 来判断啊什么的，或者是你今天就是已经等不及想要开始玩这些 AI 功能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在系统里面切换到英文，就可以直接开始玩这些好玩的东西。不过现在就是繁中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对，就是他们还没有一个确切日期出来。我觉得可能比较会吸引大家，可能是新的这个 Liquid Glass 液态玻璃的这个特效，就是还蛮漂亮的，然后打开心情会还蛮好的。但是除此之外，其实在 App 啊或者是什么软体上面的更新，主要都是在 AI 的部分啦。对，所以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版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是你已经更新了吗？或者耗电量之类的，也欢迎在下方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现在自己主力机是不太敢更新，因为我现在有点怕它 bug 很多。据说在 beta 的时候 bug 有比以前多不少，所以我现在是有一点担心，有一些 app 可能会出问题。毕竟我是以手机为生的人，所以不太敢用主力机更新啦。所以呢，如果你问我要不要现在更新，我会建议你说，现在主力机可以再考虑一下。那如果你有多的 iPhone 可以拿来更新的话，就可以玩玩看。好，然后我们在礼拜5的时候会开箱新的 iPhone，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新的 iPhone 17 Pro Max， 还有我会开数字系列。就是 iPhone 17本身，可能希望可以抢到紫色。那大家如果想要看这些最新的开箱影片的话，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追踪我的 Instagram， 因为我发什么影片都会在那边通知。好，那我们今天的 iOS 26正式版介绍就到这边，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